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英国曾经的制式步枪 L85的魅力时刻。高情商的来说 ，SA80 是二战以来主要国家采用的最具争议的小型武器之一；而低情商的说 ，SA80 系列，尤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L85A1，堪称大英帝国轻武器发展史上一道抹不去的污点。SA80 这个称呼是1980年代的小武器计划的缩写。在这一项目中，包含了 L85 步枪，也就是英国人口中所说的单兵武器 ；L86 轻型支援武器 ；L22 卡宾枪和 L98 雪原步枪。但实际上，大家一提到 SA80，也就是用来特指其中的步枪，也就是 L85 步枪的。作为现代英国陆军的标志性武器 ，SA80 在现代轻武器发展史上的地位，不说是声名远扬吧，至少算得上是臭名昭著。尤其是其可靠性之差，更是声名在外。塑料件开裂，金属弹匣变形都是小意思，机针绵软无力又脆弱，抛壳打到射手的脸也不算大问题。最绝的是 L85 的弹夹会打着打着自己掉下来，堪称和平之枪。L85 是如此的不靠谱，甚至一度闹出了英军特种部队，例如 SAS 等作战单位义正言辞拒绝使用 L85 的笑话出来。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把不靠谱的枪可不是出自于什么小作坊，而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英国名门恩菲尔德皇家轻兵器工厂。他们生产的里恩菲尔德步枪、布伦轻机枪和斯登冲锋枪，伴随英军打满了二战，在对抗纳粹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出身高贵的 SA80 枪族到底是怎么变成英军之耻的呢？这一切的一切，还得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说起。各国军队的主力弹药还是以中口径的全威力弹为主，例如英军的点303步枪弹、德国的7.92乘57毫米毛瑟弹等。这是因为当时的单兵轻武器还停留在栓动步枪的时代，大家对于后坐力的问题并不是很看重，反而是在中距离上精准有效的杀伤敌人才是重中之重。然而到了二战中后期，德国人开始大量列装 STG-44， 让德军本就不俗的步兵火力变得更加恐怖。英国人发现，德军在 STG-44 上使用的7.92毫米短弹，虽然比传统的全尺寸步枪弹在威力上要小一些，但比起冲锋枪上常用的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还是要高上不少的。而且要命的是，冲锋枪和突击步枪主要应用在中近距离。德军使用的7.92毫米短弹在近距离杀伤效果几乎可以和同等口径的全威力弹媲美。在火力上吃了亏的英国人痛定思痛，开始研发自己的突击步枪。在一开始，英国人考虑研发一种中等口径的无托步枪，但在子弹规格上，英国人犯了难。德国人的7.92短弹威力确实大，但后坐力同样不小，称不上是一种完美的子弹。1945年，在理查德·比辛博士的领导下，英国人成立了一个理想子弹小组。他们用了2年的时间，广泛研究了各种口径的子弹威力与弹道，最终得出一个结论：理想的突击步枪子弹直径应该在6.8到7毫米之间，重量应该在8.4到9克，枪口初速在730米每秒。而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280步枪弹以及配套使用的 EMR 突击步枪。1951年 ，EMR 开始小规模列装英军。然而这个时候，第一个意外来了，美国开始拉着北约成员国搞军事标准化工作。195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举行联合会议，讨论小型武器的标准化问题。美国的方案是当时正在开发的 T65 系列子弹，也就是后来的7.62乘51毫米北约标准子弹。经过一系列测试，美国坚持认为英国人新开发的.280在远距离散布和穿甲性能上不符合要求。法国那边迅速表态，更喜欢美国人的方案。尽管加拿大也喜欢7.62，但作为英联邦国家，给了英国一个面子，表示如果美国接受.280，加拿大也愿意使用英国标准。但很显然，美国人不可能接受英国标准。实际上，我们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美国和英国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突击步枪的形态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于饱受德国人 STG-44 突击步枪霸凌的英军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想要一个全自动突击步枪。因此，英国工程师的工作重点在于在中近距离上对敌人产生有效的杀伤，同时确保士兵的肩膀能够受得了连发带来的后坐力。而美军这边的步兵战术则更强调半自动射击下单发的威力和准确度，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自动射击。虽然当时英国已经开始列装使用.280的 EMR， 但随着工党政府下台，丘吉尔重新执政，英国这条大
大船调整航线，向美国和北约看齐，放弃了点280的枪械项目，转而投入7.62×51北约子弹的怀抱。顺带说一句 ，EM2 和点280的组合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在各项性能指标上，尤其是可靠性方面都相当不错，这就让 EM2 那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孙子 SA80 显得更加离谱。1957年和7.62北约标准子弹配套开发的 M14步枪正式被美军采用。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和加拿大两国也采用了比利时 FN 公司的 FAL 步枪，同样是7.62毫米口径。哎呀，我们北约步调一致，都是一家人啊！然而，对 M14有所了解的朋友大概会意识到，英国人一开始的想法实际上是对的。美国人的7.62×51毫米步枪弹威力太大，根本没法用于单兵全自动武器。M14在全自动开火时，步兵就算是铁手，也根本控制不了枪口的上跳。英国那边的 FAL 也有同样的问题。英国人的 FAL 也被称为 L1A1 自动步枪。当时的 L1A1 全自动模式下，每分钟射速超过600发，最高射速比布伦轻机枪还快。这又导致 FAL 虽然单发的准确度和威力都不错，但连发起来就要了射手的老命了。尤其是 FAL 和布伦还不同，作为步枪的 FAL 一般是底肩射击的，一梭子打下来，肩膀都要震碎了，子弹也不知道飞哪里去了。再看当年忽悠英国人换7.62的美国，你这个打5.56的 M16是什么东西？老美你怎么用上小口径了？说好北约标准化，大家都是家人呢？你 M14呢？没错，在越南战场上被 AK-47 拷打的美军又换成了5.56毫米口径的子弹，被美国人摆了一道的英国开始重新设计小口径步枪弹。美军的经验表明，7.62毫米口径是行不通的，但经过一番论证，点280的7毫米也没有好到哪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战场环境了。英国人转而以5.56为基础，通过修剪和缩进，制成了更小的4.85×49毫米步枪弹。与子弹同时开发的还有用来发射新子弹的武器。当时的英国工程师考虑了4种布局，前2种比较保守，等同于是 FN、FAL 和 M16的翻版，并没有引起英军高层的兴趣。而另外的2种无托设计，则让英国人产生了恋旧的情节。毕竟当时的 EM2 也是无托设计，虽然是波兰设计师设计的，但也算大英自主研发啊。此外，当时的英国陆军希望把所有的步兵都塞进装甲运兵车里，而不管是 FAL 还是 M16，在装甲车里都施展不开。而小巧的斯特林冲锋枪已经是2战时期的老古董，早就该扔了。当时的英国工程师认为，无托式步枪的布局更加紧凑，枪身可以做得比较短，而比起折叠枪托设计，例如隔壁的 AKS 来说，无托式步枪在底肩射击时更加的稳定，射击精确，能力更强。总的来说，就是无托式设计能够在枪支总长降低的情况下，延长枪管长度，比较好的兼顾了准确度和威力。但是在1970年这个时间点，并没有哪个国家列装使用无托武器，这意味着英国人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设计整个枪的结构，这又需要很长的研发周期。此外，英国国防部还进一步提出要求，在无托步枪的基础上加上更长的枪管和两脚架，制成轻型支援武器，也就是班用轻机枪，用来替换已经垂垂老矣的布伦轻机枪。英国人的计划其实是非常完美的，2套武器1种弹药，只需要1套图纸1套模板，零件通用性高达80%。而零件通用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所需备件的数量大大降低，成本骤降。此外，士兵的训练也将得到简化，只要学习如何使用和拆卸维护步枪，就能学会操作和养护机枪，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在具体结构上，英国人看上了 AR-15，也就是美军的 M16 突击步枪。但是 M16 的缓冲结构深入枪托，改装成后部供弹的无托设计困难，而且对生产加工的条件要求较高。那么有没有生产要求低，同时具备 AR 步枪优点，还能改装成无托步枪的设计呢？还真有。生产 AR 系列步枪的阿马莱特公司有一个不太有名的设计，叫做 AR-18，它使用传统的短行程活塞驱动，而不是 M16 的气体直接传动，因此 AR-18 的缓冲机构完全包括在机匣内，要改装成无托设计也是比较容易的。实际上 AR-18 因为销路不佳，阿马莱特自己就没怎么生产过。而英国人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默默无闻的 AR-18，大概是因为1975年阿马莱特公司把 AR-18 授权给了斯特林军备公司，而斯特林公司就在负责开发新武器的恩菲尔德对面，双方的工程师经常串门，因此恩菲尔德制造的无托步枪原型里面有些内部组件是照抄 AR-18 的。总之，恩菲尔德改装了几把现有步枪，让他们发射4.85毫米口径弹药，并进行了可行性测试。英国工程师的结论是，4.85毫米口径弹药远远超过了单兵武器的300米射程要求，而且刚好满足了轻机枪的600米射程要求。在英国人的计划中，新的单兵武器不但要取代 L1A1，也就是 FAL 步枪，还要取代 L2A3 斯特林冲锋枪。
至于轻机枪版本，则要取代 L4A4 布伦和 L7A1 通用机枪。1976年6月，全新的恩菲尔德武器系统正式向媒体揭晓，紧接着就是北约弹药试验。当时恩菲尔德的宣传材料暗示这套装备将成为英国陆军的下一代步兵武器系统，就连新闻包中的2张照片也经过精心制作。持有新武器的士兵都带着最新的装备，包括新型防弹头盔和防弹衣等，要多拉风有多拉风。而拿着老式 FAL 和 L7机枪的士兵则穿着过时的装备和老式钢盔，吐得冒泡。而这套武器就是采用了 4.85 毫米口径子弹的 XL6415 和 XL6514。第2年，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实际上已经改用 5.56 毫米的 M16， 其他几个有能力生产武器的北约国家也纷纷开始效仿。虽然北约国家一致同意保留 7.62 毫米规格用作车载机枪和狙击步枪弹药，但从1977年4月开始将进行新的弹药实验，选择另一种更轻的弹药作为步枪和轻机枪弹药的新北约标准。现在回看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恩菲尔德工程师有点一厢情愿了。到了70年代中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大量列装了 5.56 毫米口径的武器系统，也开发了不同规格的 5.56 毫米子弹，甚至英国自己也给特种部队买了不少 M16， 用上了 5.56。因此，除了英国外，只有一个国家，也就是在轻武器方面创造力溢出的西德，提交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无壳的 4.7 毫米子弹，对，就是 G11上用的那种。英国的 4.85 毫米子弹虽然在性能上要优于某些 5.56 毫米子弹，但总体表现最好的是比利时的 SS109， 同样是 5.56 毫米子弹，因此 SS109 被采用为新的北约标准。现有的 5.56 毫米步枪只需安装具有正确膛线扭转的替换枪管，就可以无缝切换到 SS109 上来。这样一来， 4.85 毫米弹药实际上就已经被判了死刑。不过，就算他投入使用 XL64 和 XL65， 也难以称得上好用。在测试中，10把 XL64 一共发射了6万发子弹，出现了679次故障，大概是 M16 的6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子弹抛壳失败以及扳机没能正确复位。当然了，早期的 M16 表现也称不上有多好，只不过经过10年历练，70年代末的 M16 已经十分成熟了。在 5.56 毫米子弹成功上位，成为北约制式之后，恩菲尔德工程师能做的也只有顺从。他们将 XL64 和 XL65 系列改造成发射 5.56 毫米步枪弹的版本，也就是所谓的 XL70 和 XL73。然而，由于原本的设计是为 4.85 毫米子弹服务的，这就导致了 XL70 和 XL73 的可靠性实际上变得更差了。XL70 的设计目标是实现2500发的平均无故障射击数，也就是2次故障之间要平均间隔2500发，但实际测试下来只有1250发，刚好是设计值的一半。而轻机枪版本的 XL73 那边闭膛射击也只能达到平均4700发无故障，远低于设计值的8000。然而，留给英国工程师改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L4A4 轻机枪的备件已经所剩无几。而再去采购比利时的 L7 轻机枪，意味着要花上一大笔钱。赶鸭子上架的恩菲尔德工程师将 XL70 系列做了一些小的改进后，改名为 XL8511 和 XL8611， 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SA80 枪族的元老 L85A1 和 L86A1。1985年6月签订了首批17万5千套的合同。按照英国的计划，所有的正规步兵营、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皇家空军团都将在1987年之前换装 SA80 系列，所有英军都将在93年之前完成全部换装工作。当然了，还没等全面配发到部队，这些 SA80 就已经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比如零部件太脆弱，经常发生破损；撞针太细，导致经常折断；弹匣不能压满弹，因为弹簧质量差；换弹握弹匣还不能握太紧，因为太用力弹匣会变形，每发射150发就会过热，然后炸膛；导气机匣顶盖上的卡扣太弱，必须用胶带粘起来；塑料部件被驱虫剂融化，在丛林环境中金属部件很快生锈；在多尘环境中沙子堵塞机械装置；在北极条件下因结冰而受到严重影响等等。如果说别的枪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英国的这款 SA80 可以说在哪都不行，除了当祖宗供着以外，没有不翻车的环境。SAS 中士克里斯瑞安认为 SA80 质量极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靠，特别容易发生故障，不要指望在战场上依靠它们。不出意外的是，英国国防部将这些问题视为武器换装的初期问题，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解释道：你们看这个美国的 M16 在首次投入战斗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问题吗？但我们大英的这个 L85 比起 M16 来说有3赢。第一，美国人的 M16 开发时间比我们早，我们更先进，这是1赢。第二，美国人的 M16 在越南战争中坑死过不少美国大兵，我们没有，这是2赢。第三， M16 后来成为了广受好评的武器，我们这个 L85 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改进，进步空间还比 M16 大，赢赢赢。
在接下来的8年里，英国总共对 L85 进行了32项小的修改，然后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实际上，在发现的50个故障中，只有7个通过后续修改得以解决，剩下的就不在英国人能力范围内了。没了办法的英国人找上了 HK 公司，求爷爷告奶奶，请德国名医上门诊断已经病入膏肓的 L85A1。注意，这里的上门诊断并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英国贝仪系统此时收购了 HK 公司，并且请到了恩斯特茅赫领衔改进 L85A1。说恩斯特茅赫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 HK416 想必大家都有印象。茅赫就是 HK416 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发现英美设计的弹匣太脆弱，弹匣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向一侧倾斜，并以不稳定的角度蹦送子弹。为此，他开发了更坚固的弹匣，并重新设计了随动键，减少了误送。之后是弓箭表面光洁度不够，尤其是循环运动的枪击事件，更是容易因摩擦导致卡壳。它的解决方案是将部分重要弓箭的表面进行高度抛光，增加密封性，减少摩擦阻力。之后还有更换更强劲的弹簧、更坚固的拉壳钩、扩大退壳口、更换拉机柄形状，让飞出去的子弹不至于打到射手的脸等等多项改进。要说茅赫这位设计师是真的神人，一番操作之下，愣是把 SA80 从瘫痪边缘治得能单防乔丹了。升级后的 SA80 改叫 L85A2 和 L86A2， 可靠性大幅度提高，平均故障间隔达到了25000多发，即使在炎热和多尘的环境里，也算是相当可靠的武器。此时的 L85A2 在可靠性上甚至超过了 M16和 M4 卡宾枪，而唯一的短板就是由于结构原因，比大多数相同定位的突击步枪更重，换来了更好的弹道性能以及更好的穿甲效果。事情到了这里就变得有些微妙了，是恩菲尔德的工程师技术不行，还是德国神医的水平太高？除了更换大口径 5.56 毫米子弹带来的内部结构问题以外，实际上 SA80 的整体设计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关键问题在于 SA80 系列投产的时机不对。1980年前后正是英国工人地位最低的时候，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一度将英国工人当作国家敌人来对待。在生产 SA80 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希望将整个皇家军械集团私有化，其中就包括了恩菲尔德工厂。而如果恩菲尔德工厂拥有政府的订单，例如 SA80 的制造合同，就能在抛售的时候卖出更高的价格。然而高价购买了恩菲尔德的英国宇航发现生产 SA80 根本是赔本买卖， BAE 决定关闭恩菲尔德工厂，并斥资1500万英镑在诺丁汉建造一座新工厂，采用最先进的制造和管理技术，并以较低的单位成本生产新的武器。此外，恩菲尔德工厂的地皮还可以拿来出售，而工厂里的工人大多都被扫地出门。1988年9月，从1816年就开始为英国军队制造武器，有着170多年历史的恩菲尔德工厂正式宣告解散。一位恩菲尔德工厂的员工读到 SA80 的制造时是这样说的：在遭到 BAE 和我们自己的管理层的背叛后，我们根本就不关心 SA80 的质量，我们想做唯一的事就是泼他们一头狗血，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与此同时，诺丁汉的新工厂也出现了问题，新招募的工人没有枪械制造经验，因为 BAE 的老板们认为造枪和造其他产品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零件的生产都外包了出去。L85 的200多个零件中，只有15到20个是在诺丁汉工厂制造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恩菲尔德工厂能够独立制造其中的230个零件。1994年，诺丁汉工厂也被解散，这里生产了33万件 SA80 系列步枪，其中的 95% 是 L85A1。诺丁汉工厂被解散的原因很简单， SA80 的风评太差，已经成了轻武器市场上的笑柄，根本就没有大规模出口的可能。英国国防部还尴尬地为 SA80 找补，暗示 SA80 系统过于先进，不适合中东小国。完全没有想到，英国的坦克在当地大卖特卖。诺丁汉工厂的倒闭，最开心的要数英国警察，因为当时的英国警察部队正在进行新枪的换装。诺丁汉工厂这边一倒，意味着短期内 SA80 没法继续生产，自然也不可能参与竞标。结果就是英国国防部警察是唯一一支使用 SA80 的英国警察部队，这是因为他们的 SA80 是国防部当年开了后门，从英国军方那边调拨出来的。正如前面所说，在迈入新世纪之后， SA80 系列步枪又焕发了生机。2016年9月 SA80A3 系列步枪正式亮相，与 SA80A2 相比，上机匣和导轨系统有所修改，减轻了100克的重量，并且有着更好的耐用性。英国国防部的中期寿命改进项目让 SA80 枪族在2025年后继续在英国军队中服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仍然会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Just a lad of 16 summers, when the mining gates locked, I stood there with me brothers, some with their rifles cocked.
Just hold on to your shirt, me boys. This is going the whole way. Don't you worry, was the answer back. We're with you, Arthur, all the way. And we'll dance, yes, we'll dance. We'll dance on your grave, Mrs. Thatcher. We'll dance, yes, we'll dance. We'll dance on your grave, Mrs. Thatcher. She had come well prepared with the call that she'd amassed. Every day she tried to break us down, take the flag down from the mast. But we stood there all united, set the scabs down from the south with their cries for a ballot, taking food from our kids' mouths. And we'll dance, yes, we'll dance. We'll dance on your grave, Mrs. Thatcher. We'll dance, yes, we'll dance. We'll dance on your grave, Mrs. Thatcher. Gone 20 years now since it came and went, but what for I hear you say,